藏海传人物大聚会，藏海传人物大盘点，藏海传的传外传，藏海传杀青梗收官。爹娘妹妹，我回来了，我好像闻到烤鸭的味道了。志龙回来了，妹妹跑出去玩了，还没回来呢。你的朋友们来了，记得去迎一下。不知道朋友们刷到这个视频没有？那3句话为本行，看藏海传杀青梗收官这个视频也不例外，同样要发掘它里面包含的传统文化元素。发掘哪一个知识点呢？请朋友们看下一段视频。来，藏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哎，不对，藏先生，快来！最近我发现中州老不下雨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天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藏海传中藏海父亲的继任者楚怀明，他是怎么死的？被藏海给整死了。为什么被藏海给整死了？就是2个人观天象测天气。电视剧中的情节，朋友们不知道有印象没有？因为我追剧的时候发视频挖掘了这个知识点，所以我印象很深。楚怀明看了天象，说了一句吉星好风，必星好雨，所以就判断了天要下雨。而藏海看了天象之后，又说了一句月利于弊，必旁土非。那这些知识点都出于哪里呢？其实这些知识点很多典籍上都有，我的藏书当中这类知识点最集中的就出现在这本书上。明代万民营编撰的《兴学大成》，我看了电视剧之后，当时就看了这本书。看了之后啊，我觉得这个编剧把这个情节设置的非常妙。楚怀明说的吉星好风，必星好雨，在哪里可以看到呢？这是目录啊，目录部分，吉星好风，必星好雨。楚怀明说的知识点出现在目录当中，而藏海说的知识点出现在哪里呢？再看这个必星好雨的内容，月利于弊，必旁土非。这说明什么呀？楚怀明读书只读目录，而藏海读书呢，则是深入到里边的内容。这不是说明楚怀明才疏学浅吗？现在咱再回到藏海传杀青梗收官这个视频中，我试着用咱的传统文化知识，把楚怀明对藏海提出这个问题给解释一下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楚怀明说的中州干旱，这可不是虚构的啊，这是今年以来我们中原地区的真实天气现象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根据3元9运的学说，2024年之后，我们进入了第9运离火运。今年是2025年乙巳蛇年，蛇的五行属于什么？蛇也属于火，火运火年，它怎么能不干旱呢？可能有朋友会提出疑问，那干旱为什么中原地区干旱呢？朋友们，我们的传统文化又叫河洛文化，它的源头就是河图洛书。中原地区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发源地，那跟传统文化最契合的是哪里啊？肯定是我们中原了。所以可以说，藏海传杀青梗收官这个视频，把藏海传从历史带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。最近啊，追《藏海传》太上头了，你知道吗？剧中藏海他爹蒯夺整篇捧着研究神乎其神的看云秘术，它的起源啊，就在我老家甘肃天水。难怪我追剧时总觉得有些东西特别亲切眼熟。开始我还琢磨是不是因为喜欢看帅哥，直到讲鬼喜故事，那个壁画做的动画一出场，哎呀妈呀，这个味儿不就是我老家天水麦积山石窟的那个味道吗？伏羲爷的八卦，老祖宗的剧本全都刻在这儿了。先给大家瞅瞅这个，这就是麦积山的东方微笑。这个小沙弥笑得甜吗？他的笑容能治愈1600年，而咱们老祖宗的神通和艺术天赋8000年前就刻在基因里了。看这个复刻的花瓶，这是我从天水大地湾带回来的。大地湾遗址就在天水市齐安县，8000年前的先民们用矿石颜料在陶罐上发朋友圈，这纹路啊比金字塔还要早3000年。而伏羲爷就在咱们这片土地上一画开天。我们说回麦积山啊，133号特窟万佛洞，这是必看的宝藏。除了东方微笑，小沙弥这抹淡如烟但是有甜入心的微笑，
还有更绝的释迦惠子雕塑。开灯时，佛祖法相庄严，右手悬在自己儿子的头顶。可是当导游一关灯，让一束自然光打在佛像脸上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佛祖表情瞬间柔和，眼中似乎含有泪光，从威严天神变回了慈爱的父亲。这光影魔术比现代特效还震撼，你说古人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更绝的是古人选址的眼光和胆量。你看麦积山这个位置啊，背靠秦岭中华龙基，前临渭河，玉带环绕，正应了风水宝地的最高境界，前有照，后有靠，具天地灵气。可是麦积山它的山体近乎垂直，这么险的地儿，当年没吊车没脚手架，工匠们是怎么在90度的悬崖上站住脚，凿出221个窟，捏出上万尊像的？史书里就神秘地记载了2个字儿：琢木。脚手架怎么搭，材料怎么运，全成了失传的硬核未解之谜。我站在麦积山的最高处向下看啊，那腿肚子直打颤。当年能在龙脊上干这大事儿的工匠，多少得懂点天机呀。咱说到看天机的祖宗，必须是伏羲爷。小时候我就总爱在伏羲庙前的那个古树下转悠，听老人们讲，伏羲爷一画开天，8个符号把宇宙运转规则全打包了，这就是咱们祖宗写的宇宙说明书。后来呢，周文王加了一些备注，成周易。汉朝道士又融入了五行星象，升级成了《藏海传》里藏海他爹，也就是蒯夺整篇捧着的堪舆秘术。蒯夺那些神机妙算，伏羲爷早在8000年前就把大纲刻进八卦了。伏羲画八卦解宇宙，大地湾画彩陶记生活。咱们的老祖宗啊，早就把文艺刻进了骨子里。伏羲爷呢，是全球华人的人祖爷，所以每年夏至这一天，全球华人的心都指向天水。伏羲庙前钟鼓齐鸣，香烟缭绕，天南海北同根同源的子孙都来给老祖宗磕个头，续炷香。《藏海传》大结局了，鬼喜的故事会落幕，可是有些东西永远都不会消散。今年的夏至又快到了，朋友们，如果今年你有空，一定来天水看看吧。爬上麦积山悬空栈道，看那些冰凉的泥塑，站在伏羲祭典的钟声里，静听血脉深处那突然被唤醒的古老心跳。说不定啊，翻开族谱往上找，天水的土原下就深埋着你姓氏最初发芽的那颗种子。责备我画下10000年辉煌。《藏海传》真的是深谙人性，深谙心理学。我们前面说了蒯家和庄家的大型对照关系，其实还有一组是平行相应的，就是大恩如大仇。这句话是借高明师傅之口讲述沈琬和平津侯庄如隐之间的故事。沈琬对于庄如隐来说就是大恩如大仇。所谓升米恩，斗米仇，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受助者恶意。当你欠了人1000块钱的时候，尚可还给他，但是当你欠了他1000万的时候，你巴不得这个人赶紧死掉。大恩如大仇，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，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，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，就是变成了怨恨。那沈琬对于他的这种好，在他决定取蒋襄以换取自己的前途的时候，就知道是永远还不了了，那就默许他这样被死掉。所以平津侯他回避庄二，他站在那个破败的院子里，在那想，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琬，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，谁也说不清楚了。所有的回忆都会经过大脑从自我的角度进行美化，也就是说给回忆套一层滤镜，让自己心安理得。那剧中对应这种夫妻关系的其实是君臣关系的大恩如大仇，也可以说大功如大过，就是蒯夺之于皇帝。那后面的剧情我们知道，皇帝在登基的那一晚上，他其实是中了毒，蒯夺把他救了回来，并且拼死护卫他登上皇位。那后来他又拼死在东夏找到鬼喜，送进皇宫。就这样的一个赤胆忠心、一心扶持他的人，他却说：“君之软肋，亦不可视也。”可是蒯经啊，朕的软肋，你可真知道不少啊。那当他得知蒯夺全家被灭门的时候，他很明显的松了一口气。这个时候，陆羽便在哪里？那我们也知道了，蒯夺之死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所以当陆伯伯和小燕子相认的那一刻，
当他说出来蒯夺是他最信任的人的时候，以及对不起蒯夺的时候，这里面究竟有几分真心，恐怕也不得而知了。